中国航发动力公司发布2021年半年度报告，解决航空工业心脏病问题，我们是不是看到了曙光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柔小飞。中国军迷都会说一句话：海空军的发动机问题是我们武器装备的心脏病。尤其是空军呢，这个心脏病问题显得特别持久。这个消息呢，这个说法呢传来传去，现在哪怕不是军迷，很多网友也知道说一句：发动机怎么办？发动机在哪儿？都能体现一下自己了解问题足够深入。不过呢，中国航发动力公司最近发布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包含了一些好消息，以至于有些网友感慨，我们航发即将彻底翻身了。其实呢，要说彻底翻身，一方面要看怎么理解什么是翻身，另一方面还要看一看实际进步到了什么程度。根据报告，公司科技研发有力推进3代机工艺不断趋于成熟，4代机关键技术能力大幅度提升，而5代机预研技术持续突破瓶颈。每一句话都有含金量。当然了，这里的3代机、4代机、5代机指的都是3代到5代发动机，不是指3代战斗机啊。3代机典型就是指像涡扇10这样的嘛。涡扇10太行，原来军迷老开玩笑说太行不太行，因为有一个阶段涡扇10可靠性不够，让战斗机不敢冒险做一些复杂动作，以至于某型战斗机出动率不够，被称为中国版的机库皇后，有点类似 F-15刚服役的时候。现在呢，太行发动机大量用在了歼10、歼11、歼16还有歼20上，应该说明比较成熟了。如果不成熟的话，谁敢把歼10C 用在歼20这种国之重器身上？这次呢，航发公司正式公布出来，算是一个正式结论：太行系列发动机已经当得起中国空军战斗机动力的主力了。而4代发动机，一般大家想到的就是涡扇15。原来说涡扇15的推力要到15吨，但是呢，既然涡扇10C 推力都能到15吨，那么涡扇15的性能指标肯定会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升。根据官方报道，涡扇15的性能可能要提升到18吨水平。而这次航发说的关键技术能力提升指的什么呢？一般指的是什么材料啊、发动机叶片制造等等技术。一般说起来啊，造一个先进的发动机，这种关键技术都是指几百项的。这些能力大幅度提升，应该说涡扇15遇到的问题正在逐步被解决。至于说5代发动机预研持续突破瓶颈，说明5代机的发展方向、技术路线已经很清晰。只要预研工作顺利，那么下一阶段就要考虑研制新发动机的工程样机了。如果说是翻身，其实可以解释为不再受制于人，不至于说我们买不到先进的进口发动机，就拿不出先进战斗机。虽然说翻身的过程不是那么平顺吧，其实呢，那也是必须要有的一个经历，没那么容易实现弯道超车。你想，美国 F-15当年为什么当了机库皇后？因为 F-100发动机花了14亿研制啊，也是用了很长时间才保证了可靠性。中国的军用航空发动机工业基础本来就薄，然后呢，真正开始自己的发展，其实历程也不算很长，总要经过这些事情，而且必须要通过发动机大量生产使用，才能积累出足够的数据，获取足够的经验。另外呢，要说翻身翻到了什么程度，应该讲比美国呀确实还差点年头。不过呢，应该也算很接近俄罗斯的最先进水平了。追上俄罗斯有可能是指日可待。至于说欧洲嘛，那边军用发动机基本躺平了。欧洲那些国家觉得自己的战斗机数量不大，单独研制自己发动机不合算，那么依靠美国发动机过日子基本也就够了。未来就有可能是美国领先，中国紧追的格局。当然了，暂时不如美国是个实情，也不用着急。毕竟我们能看到这个报告，说明我们已经赶上好时候了。想当年啊，有个北航发动机出身的人曾经说过，当年我们中国在航发领域研制啊是一筹莫展，而美国在快速进步。那个时候他们说，发动机行业经过10年拼搏，把差距从30年变成40年。那时候说起来是笑话，实际上是心酸。而我们现在能够把40年的差距缩短到20年，甚至是10年。缩短到5代发动机能够同时研制，应该说发展速度已经相当快了。其实这些年有个规律挺有意思，越是广大人民群众意识到了哪个领域我们不行，而哪个领域可能就是国家正在发力的方向，很有可能现在我们说不行，很快就真的要行了。好，关于中国航发公布的军用航空发动机的进展，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